看电视，现在又没事，欢迎收听解密404，我是解密爱出事的泽维尔，我是解密小恐龙棒棒。解密404，苏澈的哥哥叫苏轼，你也可以叫他东坡居士。哦，今天要这么国文就对了，就是某一天突然要对得起国文老师吃那个什么东坡肉的时候，然后突然想到，然后想说哦，这其实放在我口袋有一段时间了，然后我想说，然后都不用，对，是，然后在我们这个第50集的时候就要拿出来用一下。对，这有2句比较长，是，毕竟这是我们这个节目的50集大寿，这样。对，50集大寿，请这个东坡居士出来为我们献词一首。可以，没有人家不想出来。而且最近就是，比如说便利商店，他们都会有那种你知道各种菜系啊，然后就会在里面可以让你直接冷冻，然后直接领取的那些包裹啊，就有包含也曾经有包含过这个东坡肉哦，然后年菜什么都很方便。对，而且呢，重点是最近有很多甜点啊，什么85%的这个就是巧克力瑞士卷啊，都在里面，都可以随时领哦。也可以联名一些韩国的艺人。好了，没有要聊这个，真的很多，对。但是我觉得超商的店员他真的会有一种邻家亲戚的感觉。我觉得太邻家到他觉得，我觉得他可能随时都可以打电话给我。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那个小七不是要报那个会员号码嘛，然后有时候懒得再拿出手机刷条码，就直接报号码了，对不对？你知道吗？因为我的手机号码太好记，你知道吗？他一听到我的前4码，他后面就直接键入。他已经 key 完，他整个背起来的号码。然后我就你确认这不是有点可怕的感觉是吗？然后我还称赞他，我就说哇，你记性真好。他说没有，是你电话太好记。我觉得超商的店员我觉得跟在地的超商打好关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他可以为你台湾的超商已经服务非常的大了，我觉得太多事情了。对，他们已经很辛苦，没错，缴规费啊，这些全部都可以在那边缴。然后他们还可以给你有客制化个人的服务，没错。比如说，他在上次那个前一个季度吧，就是 Seven 还有一个特定的饮品，然后那个就是一个限定饮品，是。所以我原本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几乎1天1杯那一段时间，因为觉得超好喝。你说限定饮品吗？今天没有业配啦，但就是什么不要问啦。然后限定饮品完之后，我1天1杯喝下来完之后呢，因为他已经临近那个时间了，他原本刚开始问我说：“哦，今天也是吗？今天也是吗？”到现在会讲说：“哦，这个快要没了。”他会自己提醒我。真的。然后之后那一家店其实已经几乎被我买光，他说是被我买光了，然后就几乎已经卖光完了之后，他还跟我讲说：“哦，我帮你去其他家店找。”然后又再帮我延续了几天的时间。我其实。我颇感动，我真是心有戚戚耶！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很爱吃那个抹茶类型的所有甜点，然后包含巧克力等等。然后你知道那个小七就有一次跟那个明治巧克力合作嘛？然后呢，你知道那个小七不管哪一家小七，我只要去过一次，他就说：“先生，那个抹茶巧克力哦，抹茶蛋糕哦，抹茶千层哦。”然后我就用搜刮的方式。哇！我就会搜刮回去我们家的冰箱，这样。所以就是你只要把某件事情做到极端的时候，你就可以让店员轻易的认识，对吧？就像我们之前说什么，他们还要帮忙什么，你去防止诈骗包裹啊什么之类的。对，就是那一次我们在讲那个跨境电商那一次。对。然后我记得我那个还有一个朋友吧，他就是他们家门口巷门口的超商，然后他们甚至什么，他有一次要领包裹，小额包裹没有带钱，他还跟他讲说可以赊账，没关系，对，因为认识你，是不是？对，然后我想说，那个还有这种，那就先不要领啊，哪有赊账这种事情啊？我觉得蛮好笑的，但是觉得。现在这个店员是已经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吗？仿佛跟你很麻吉这样。没错，而且重点是，不管他会记得你的喜好，记得你喜欢吃的东西，甚或是记得你的包裹习惯在哪些电商买东西。他比如说你去买，比如说吃的东西的时候，他就说：“你的某来了。”然后你就会忘记对啊，我还有某。我有订吗？我有订这样。他说：“对啊，感谢提醒。”然后他还会看你品相，他说：“我记得是你的咖啡豆啊，赶快来拿。”什么东西？他能看到品相？他其实看得到品相真的。对，所以他才会说什么跨境电商，然后里面包裹如果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会发现这个
表面上的那个名字跟那个里面的东西对不起来，而且甚或是你平常不会买的东西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发现，哎，这要警告你一下。超商要多辛苦，还要记得你平常买什么。是，那就是渗透的方式很多元。刚刚提到包裹嘛，没错，而且重点是，你知道 7-Eleven 它不是711嘛，对不对？倒过来就是我们最近的天使数字了。哪一个数字？我们的赖清德总统不是讲了17这个数字吗？没错，17项的那个应对国安威胁的应对策略。没错，而且这个17啊，我们可以说是这个17在所有的文化的这个灵性的数字里面，它都代表了一层非常深的意义。等一下，所以这个17不是他们列完之后发现有17个吗？是啦，原本那个新闻内容，还是他根本就是已经有暗藏什么意思在里面吗？我觉得他可能除了暗藏原本就表面上的这个赖17条之外呢，这个17也代表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怎么说？没错，我们今天解密404就要解密这个文化的数字，文化的数字啦，对不对？在这个什么所谓的这个西方社会里面呢，17代表的是一种天使数字，真的对，天使多天使呢？它的意思是说，这个未来将会顺利的进行，所以也预示着赖清德总统的赖17条未来会顺利的进行。哇，天使数字，所以他取17条是不是真的有可能有？我觉得很有梗，就我们发现这些数字都代表是一个很好很吉利的。还有一个刚刚讲的是那个西方社会文化里面天使数字，现在要讲的是中国文化里面的易经，中华文化的易经。中华的吗？是，你知道易经这个17这个数字代表什么？代表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大吉大利的数字。然后里面他说什么？这个会排除万难，有贵人相助。所以以后那个逢年过节的时候，你可能不一定是摆橘子，或是对，你如果摆橘子，你要摆17个，可能多摆一些 7-Eleven 的那个部分，然后倒过来包。你说要对，整杯这样拿过来，叫做17道。对啊，我们不是春要倒过来叫春道吗？它这边17道。也是。是。还有第3个，它是一种爱情灵数。那这个我们这个小赖总统这个要怎么解释？是这个17的爱情灵数叫做这个爱情灵数，它虽然是比较怎么讲，比对这个。针对这个对方，他是这个比较不好的对方，所以呢，他是要去撇开他的对方，所以所以这个爱情灵数代表一个是撇开动作的这个爱情。你说有点去晦气，对，他就说这个绝望无法挽回的爱，所以我们对于中共这个政权叫做绝望无法挽回的爱，所以赶快去掉。对，这是爱情灵数的部分。哇，是不是？如果这个真的是他们，就是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看过，但这听起来非常有道理耶，非常合理耶，对，层层都有结合到是怎么意思？而且另外刚刚讲的是一个绝望无法挽回的爱，那就让他离去嘛，对不对？好，接下来要讲的是罗马数字。在罗马文化里面呢，这代表是一种对方的生命的结束。等一下，我们刚刚都还在大吉大利，对，然后天使数字，然后突然要求对方生命结束，要求对方生命结束，所以赖17在攻击谁了？要求谁的生命结束？要求某个政权的这个生命结束。中国共产党，没错，所以很明确的在罗马数字里面也是。你看然后我们是在讲一些比较有吉利的感觉，吉利的感觉，好的正面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选车牌的时候，选到17这个数字也是一个非常吉利的。是为什么？它代表一个东西，它有谐音梗。台湾人的谐音梗的系统叫做把握时机，17时机，把握时机。不用出现在这边呢。对，还有这个邦邦最喜欢的韩团。也没有到醉啦，也没有到醉，但就欣赏的韩团，对，就 nice， 是，没错，就非常 nice， 他们也很大吉大利，没错，所以这个数字的17代表着预示着这个赖清德总统的17条，基本上都会朝这个所谓的我们讲说数字的灵性来前进啦。没错，所以希望我们接下来不管是可能就是17条政策啊，包括可能跟友盟国家的合作啊，或者是说军事审判制度啊，或者是说什么台湾中国的经贸策略结构性调整等等这些的因应政策，都可以
大吉大利顺利进行，然后撇除应该要绝望的爱情。没错没错，我觉得现在听友如果听到这边会想说奇怪，那个赖17什么时候变成这么多文化数字的解释？因为变玄学，对对，大家最近都在走玄学嘛，没错没错。毕竟我们从这个所谓的各种政治情势的这个发展呢，可以看得出来，可能它预示着某种情况的发生。比如说呢？对对对，像现在最近有很多的中共大外宣就开始碰壁了。碰壁的时候，碰壁，对不对？所以这预示着刚刚讲的那个时期啊，就是预示这个对方生命要结束嘛，对啊，所以他这个对方的这个大外宣也要结束，大外宣先结束，没错没错。也就是说，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有一个可靠的消息来源，去写到了这一条新闻，就是在这个美国众议院，就他们的国会里面呢，有这个禁止了某一个国家的报纸在里面进行流通跟派送。感觉可以猜得到哦。感觉就是美国要禁谁呢？禁中共匪报。对对对，也就是中共的官媒报纸。没错没错，就是中国日报 out。中国日报 out， 对，那时候中国日报的英文版，它在美国的这个众议院的地方，它其实是属于可能每天早上派送，然后几乎那个每个议员的办公室都可以就是夹一份，没错没错。然后它已经在那边大概40多年了，40多年的期间都是这样的一个形态，所以他都报道了40多年的匪报资讯。对，然后那个都是 fake news。议员觉得不行，很可怕，很可怕。对对对，因为最近这个《纽约时报》这边呢，就是他们不是报道了这个马斯克嘛，然后进行了就是去这个国防部听取一些什么简报啊，然后什么什么，然后突然出台了某一些新闻报道，然后直接被白宫的这个就是新闻秘书，也就是他们的发言人，直接说，李维特说，这是错误的讯息，然后连川普团队也都说这是错误的讯息，这样，对对对。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我觉得一般的媒体报道可能是因为要抢快或是什么，或者是背后的金主来源之类的，可能都已经就有臆测性的报道，对，或是风向型的报道。那如果你直接很明显，你就是收在这个中共底下的直接掌管的匪报的他们的官媒的时候，你又怎么可以奢望它可能就是一个正正当当的东西？毕竟这个中共大外宣给予的这些经费啊，它可以说是在各国的这个媒体集团当中呢，可以说是结实累累啊，不管是肾结石还是这个牙结石，还是这个各种的结石累累啊，就是让这个很多各国的政策或者是资讯的流通上面注入了一个非民主的，就是臆测型的报道，很多的一种毒素性的这个报道方式，然后让大家去以为这个是真实的，但结果发现它后面的金主既然是中共政府的时候，这该禁还是不该禁呢？毕竟它是要侵略世界的意图。其实大家现在看到它军事扩张，或者是它侵略各国，我们很久很久之前的集数讲的，它透过侨团侨民这件事情去各国来进行拿到拿到了所谓的政治的职位啊等等，形成了市长、议员等等，它其实就是要渗透各国的政治。对，而且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专家吧，曾经在节目上面去谈到说，就是中共的新闻你要怎么看？你拿到一份中共报纸的时候，就连他们在国外的中国人都会直接跟你说，你那个要倒过来看，对，反着看，就跟我们刚刚讲说，在拿到 7-Eleven 商品的时候，你说倒过来，对，倒过来就变17这个好的数字，所以倒过来是什么一个奇怪的可以理解？倒过来可倒世界的，对，倒过来，乾坤倒转啊，没错没错。然后你不觉得他们每天早上议员办公室，然后就会收到一份报纸，然后好像被投毒吗？对啊，应该是投下原子弹的感觉。然后所以我也想说，那这样子整个42年来他们都在做这件事情，但是现在因为这个议员提出的时候，就是他是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就去提出说，他们要禁止任何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性的底下的刊物出版呢，在众议院直接禁止发行，就是觉得说不可以直接被透过资料管道这一件事情来做渗透。而且我觉得美国做这件事情呢，其实已经晚有某些欧洲的那些就是从苏联分出来这些小国还晚了一点点。原因是因为他们写在那个就是这些欧洲的国家里面，他们如果从苏联出来的，然后在那边民族自觉独立的时候，他们其实写在他们宪法里面有一些就是反共条款。对，所以美国在这个时候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他要完全的踏入了就是言论自由保障之外的，就基于国家的安全、基于国家的主权这件事情去考虑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完全的投入反共？
以及就是对于国安的认知，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也是在想，如果今天在可能台湾的国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应该说台湾国会不应该要发生这样的事情，但假如说同样的情况在这边上演的时候，是不是又会有一些奇怪的声音出来说，这不是民主自由吗？对啊，他们也是报纸啊，你也可以这个党的报纸也有，那个党的报纸也有，对啊，为什么就不能有有共产党的报纸？对。但问题是，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大家不是都知道吗？然后你还可以把他的报纸如果拿进来，搅一搅的话，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搅局的行为了。而且共产党的报纸它不是一个专门在报时事的报纸，它就是一个它外宣的很大的舞台跟平台。没错，我们上次在讲所谓的新闻事实报道，为什么各国的新闻报道事实有可能会偏向某一党某一派，但问题是它都是有客观理性跟真实的报道成分在里面。可问题是我们那时候在解构中共的新闻报道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它的新闻报道不是报道，因为我们毕竟它的世界新闻自由当中，它是排行倒数第2的，它仅次它的新闻自由程度就是落后程度仅次于北韩呢。也就是说，它的新闻并不是新闻，它的新闻是一种广告，是作为它政权宣传的一种广告。也就是说，它只有一党独大，然后它是只有一言堂的这个状况之下所形成的一种新闻的样态。所以那个叫新闻吗 ？No， 它是广告，它的新闻系都叫做广告系才对。议员也那时候就是提出来法案的美国议员，他也是很明确的去说，他不认为在美国议院这样一个应该是人民声音发声的舞台的地方，然后变成是共产党的声音在那边活跃的一个地方，就他认为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所以其实想过来，我觉得美国对于国安的意识，明明中共离美国是一个就是对比台湾是一个更远的地方，可是他国安意识已经隔了一个大洋。对，刚才国安意识水涨船高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也算是一个也不一定起头了。刚刚我们有提到说有其他国家有做很好的示范，其实很早就知道已经有反共条款了。然后这时候各国的政策都朝反共来前进，反共成为显学的当下，台湾作为这个就是反共的第一线的国家，我们到底能不能就是持续就是高抬我们的反共意识或者是国安意识这样？对，这是很重要的。那时候官媒底下好像3大部级的3大直接代管的官媒，还有什么人民日报，然后央广跟新华社，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中国日报等等之类的。我就觉得因为那时候我去找他们的党媒啊，就是由中共政府实际上去管的媒体非常多多达10几家那我想说应该说几乎都是他们管的就算是省的这个卫视也是他们省政府管的我就想说其实所以他们的媒体基本上是国营企业的概念对啊，国营媒体就是你说那个陈抗的时候，所以才会说是中共的喉舌对啊，就是他的喉咙，就是他的舌头，要不然呢？陈抗的时候还要先举着说我爱党，但是我希望可以拿到钱这种之类的。没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相信，就是应该说也不能相信中共喉舌媒体的报道。所以美国这时候透过国会的方式来禁止他的派送，我觉得是非常得体的，也很开心啊，真的。刚刚讲到的是这个国会，就是美国国会的这个众议院呢，就是禁止派送的这个匪报。原本想说这样派送匪报，它只是可能禁止掉这个投毒而已。对。但那个投毒呢，其实这个毒还感觉只是小毒。没错，我们看到这个如果盖成一个大使馆一个建筑物，可能有这个间谍的堡垒、间谍的城堡在里面的时候，哇，英国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伦敦的地方，他们有一个原址是皇家铸币厂。然后最近呢，最大就对于英国人来说，他们觉得很大的一件事情是，这个铸币厂呢，这个中共要拿来盖所谓的超级大使馆，就是要把他们的超级大使馆要迁移过来。这超级大使馆呢，一个我觉得很明显就是那个体积。他们占地2公顷，说是原本的10倍大，哇，原本的10倍大有点太大。他在里面要怎样？要打足球是不是？踢足球？大家很害怕，大家很害怕。所以它里面可以养足球队，也可以养棒球队。但他们养的会是什么队呢？搞不好是黑监狱。
你说他们直接把关黑牢，上次那个孟居大哥提到的那个电子工厂直接地下化，然后原封不动搬到英国这边做短链，没错，英国无法管辖，然后做短链的在地化生产，真的，然后可以缩减这个距离，还没有进出口的问题，就还可以就规避关税，你看做多好，在这个超级大使馆里，在这个超级大使馆里面，不仅可以踢足球，还可以打棒球，还可以关黑牢，还可以变成地下电子工厂，而且所有人那个当地政府还管不到，对不对？没错，没错，因为现在就是这个地方大家都很紧张，所以包括可能在地的港人啊，或者是藏人、维吾尔人等等之类的，最近都有去进行那边上次那个被拖进去大使馆打一打、毒打那个事件是在英国吗？对，没错，就是在英国，就是在英国。那难怪在英国的那个中共领事馆的地方。那难怪他们会紧张对啊，因为如果拖进去打一打也是抓不出来的。那件事情也蛮扯的。对啊，那时候是。他是不是因为大使馆有所谓的外交豁免权呢？就是变中共的领地，对啊，那边是中共领地之类的。对，那时候好像是那个什么，应该是中共20大的时候吗？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的同一天，然后就有人也去领事馆前面示威，然后被拖进去的是一个那个示威的港人，港人就是陈抗，他应该是有手举标牌，然后你刚刚讲说，香港最近政治情势变这样，很多人港人移居到英国，然后他在英国要做这个超级大使馆，那不是很恶心吗？对啊，然后还是原本的10倍大，哇，好可怕哦！然后那一次他是要把香港人全部抓进去，是不是？而且那一次我觉得很扯的是，那一次他被拖进去的时候，是领事馆里面冲出来一群人，还戴口罩蒙面冲出来，然后就把他拖进去。白衣还是黑衣？维里达不太确定，我没有看到那个影片，但就是新闻报道出来，就是戴口罩完之后把他冲进去，就是把他抓进去到围里里面打。那英国当地居民的反对是基于什么原因啊？因为通常我们会反对一个建筑物的这个盖起啊，有可能是你看，好像台湾啊，比如说在高雄不是以前是工业大都市嘛，然后就会觉得要盖炼油厂了，要盖什么焚化炉了，这时候居民都会起来抗议嘛。盖一个超级大使馆，那当地伦敦的居民有说什么吗？伦敦的居民就是，我觉得他们一方面就是怕它变成是一个间谍、秘密警察、地下法院等等的大的地方。那时候他们的英国的议员，而且他们的抗议活动啊，其实分了2天，就是2月8号那时候有一次，3月15号有一次，然后人数是越来越多，就是2月8号主办方是说2月8号有4000人，然后什么3月10号那一场有6000人，然后这2场其实都有英国的跨党派的议员去站台。天哪，你要让英国人这样集结是蛮不容易的，代表事情很大条因为英国人就是你要叫他做什么，他没有在管的，就是放松生活啊。对啊，他就觉得没关系，我们先让子弹飞，我让事情先发生一下，我再来决定我要不要表态等等的。然后我一表态就是要酸到底还是怎么样？英国人的态度，对啊。而且我那时候我一直以为英国跟政府跟中共之间是不是可能有经贸的往来，所以其实没有这么的，可能我觉得他的反攻的力度没有像美国这么的大，或者是硬之类的，就是没有这么的态势没有这么的明确。可是看起来英国人就是已经醒了也没有想要放任这件事情的意思。对啊，因为觉得好像就是亲门踏户，然后跨境镇压，对不对？那时候英国的议员，我觉得他讲话也是讲的蛮重的，他就说明明中共就是对我们国家间谍威胁最大的地方，那我们还容忍他们去盖了一个他们这样子的间谍总部，那我们是一个如此不自重的国家吗？为什么我们其实在半年前的这个集数里面就有讨论到，英国的学术单位开始跟这个英国的国会议员开始联合起来要立法干嘛？杜绝这个所谓的智慧财产权蟑螂，也就是中共，他们要偷取高等教育里面的所谓的智慧财产跟高等研究等等的，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杜绝了。所以我觉得英国其实在半年前就已经有这个所谓的学术动作在学术圈里面，然后现在这个政治动作又很明确的时候，我就觉得英国人是不是醒了终于醒了吗？有一点小尴尬。对，小尴尬的点是，原本刚开始，因为其实中共在2018年就买了这个铸币厂这一块地了，然后他买下来之后，他那时候其实就已经提了1-2次，他想要盖他的大使馆。你说他是皇家铸币厂，那为什么没有像什么文资保存法这种东西？我也在想，然后他不用保存下来，好像感觉买的很轻易。对啊，为什么好像这个卖土地这件事情就突然就卖掉
要了呢。那伦敦的那个地方政府首长是，就让他可以买哦。然后他那时候买完之后，刚开始前2次说要申请盖大使馆都被回绝。这时候听友们赶快就是键盘，对，到底那是哪位？哪一个市长？是不是关他的事情？对。然后只是那时候最刚开始好像说伦敦的警察方那边是有提到说他们觉得这个大使馆啊前面的如果盖起来的话，前面的陈抗人数不到100人等等之类，会有交通安全疑虑等等，反正就是有一直回绝中共盖使馆的请求。是，可是后来又过了吗？就是听说这个媒体传言，中央政府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动作，让这件事情开始进行了？他跟这个中共政府达成了什么协议吗？英国首相，我们先给他一个 question mark， 对，他有没有要回？他有没有要正式的官方回应了？目前他们说好像下个月会先有一个听证会，就是盖这个建筑，然后现在这件事情的和同意权好像是交到了英国副首相的手上。那他同不同意？听说最晚今5月份会知晓，所以现在就是都还在，大家就还在奔走阶段。对。可是那时候就是因为警方团，就伦敦的警方团对于这件事情态度有小转弯，所以那个抗议集会又再次出来，才会说就是针对他这一次的转弯再出来。哇，法家湾吗？我们是希望不要啦，有点可怕啦。对啊，而且英国好像是他要被迫要赶快选边站了，是不是？在这个美中对抗之下，对耶，他是要选在美国那边，国际大局都长这样了，还是你要选择就是帮助中共那边，对不对？你如果现在不站的话，你英国身为以前的日不落国，对不对？然后到底现在要站哪边，对不对？有人说前一阵子美国、英国就是应该是川普跟我忘记谁在交谈的时候，好像有把这件事情提出来讲，可是美国是媒体预测可能会有这件事情，但是到最后就是不了了之，双方好像没有回应对于这大使馆盖不盖。没有回应，就是、没有回应也是一种立场，没有多少的那个啦，但就是可以持续观察的感觉。是，就是先冷冻它一阵子，我们就来看看它最后到底结果如何啦。刚刚讲到这个中共冲出来打，冲出来抓进去的。对，想说那个就是他如果真的盖好了这个超级大使馆，那这个里面的这个中共的这些使馆人员就可以把人家抓进去毒打一顿哈，你要陈抗干嘛都毒打一顿。他不会只是什么间谍总部啊，什么地方地下法院啊，是，还变成是黑帮的一个聚集所。对，没错，也就是说中共的这个使馆人员，或者是他讲说所谓的中共官员等等，他有可能都在海外可以聚集很多类似黑帮的手段。来去做跨境镇压的部分。哇，这是很可怕的。所以这个黑帮国际化呢，可以说是中共的一贯手法。它其实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从它有统治以来。对，那时候那个欧洲的刑警组织吧，就是在最近的一些新闻上可以看到，欧洲刑警组织出来说，就是对着别人说。欧洲有1/3的犯罪组织都跟中国的黑帮有关系。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哇，所以它它是等于是地下的网，对呀，可以拍电影我觉得很可怕，因为最近你知道这个很多日本动漫嘛。继上次我们访问过的这些老师们之后，他们有时候都会推荐一些日本动漫嘛，里面有一些有趣的故事跟这个东西蛮像的，就是表面上的这个政府跟这个地下化政府呢，实际上它在各国当中有一些政治角力的部分。就刚刚我们看到这个中共，它利用黑帮在地下化的部分形成了一种地下黑帮王国。然后行使刚刚讲说，在欧洲有1/3的犯罪组织以上都跟中共有关的话，我觉得他就在做这件事情。就是他想要让这个我政府明面上管不到的地方，全部都靠黑色的力量、黑帮的力量来去控管，然后进而达到他想要威胁别人，然后在这个明面上政府的某一些政策啊，对他中共好的政策啊，或者是大外宣能不能够成功啊，等等的，就刚好包含刚刚我们讲的，就是中共要在伦敦建这个超级大使馆，是不是他也会利用这个所谓的地下国际黑帮的力量去影响英国表面上政府他能不能同意这件事情？
对。最近那个法国的记者就出书，然后跟出纪录片，就是在讲中国的黑社会的问题。然后他就是去提到说这个遍布，他还回溯他说是那时候那个打仗。什么国共内战的时候吧，然后什么黑帮窜逃到全球各地，有台湾啊、香港啊、什么东南亚啊、什么之类的，窜逃完了之后，不知道我们听友有没有就是看过港片因为港片有好多警匪追逐战就是都是黑帮，都是黑帮对，就是警察跟黑帮。你应该看蛮多的吧？没错没错，毕竟就是因为家族的关系。妈妈熊爱看啦，对啦对啦，那就来几句阿姨们也很爱看来几句不要再来几句了，我们就直接下去直接下去。然后所以黑社会在底下，我觉得重点是就是一整片的新闻出来之后，我觉得有一些很神奇的地方。一个是在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出来之后，大家开始探讨这个中国黑社会的问题，然后就是他们跟很多地方都有串联然后底下什么吸毒什么什么之类的对，黑帮最会做事情，对，然后帮忙那个洗钱就什么器官色情对，黄黑对，然后可能红吧，对红，然后帮忙洗钱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重点是。看新闻，我觉得亮点就是在于他们说这个也有一个法国的作家吧，他出来的时候直接爆料说，台湾也有人在帮忙协助美国非常非常痛恨而且正在解决的芬太尼的问题，但有台湾人正在协助这件事情，大家应该猜得到我觉得应该跟如果你刚刚说那种是世界黑帮1/3以上都跟中共有关的话，哇，那不得了，那感觉就是这个被在那边住过，然后又回来了，然后成立某个政党的那位北狼没错，白狼张安乐跟那个竹联帮就被点名有在做这件事情。哇，那川普应该很痛恨吧？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就是因为那个美国的那一位出来爆料完了之后呢，台湾最高检正在受理，但查到现在呢，就是可能还在查案当中。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是就是在看这个纪录片，那它也是一种很强大的黑帮共谍。哇，你不觉得吗？那听命于中共嘛，你不是说黑帮势力听命于中共，然后去行使新鸦片战争对于美国。对啊，没错。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是，这个我不确定下文是怎么样，因为看不懂法文。但是这一支纪录片我们可以问 AI 这样。问 AI 可以。这一支纪录片然后官方就是有选一些那个算主图嘛，然后去做那个文字，反正就是应该是介绍纪录片的。还有一张那个图片选的是馆长馆长，真假的？可是我没有看懂法文在写什么，没有办法解释这张图片。他选馆长，对呀。然后他上面的图是怎样？就馆长的，我觉得有一点看起来像馆长这样被采访，但我也不太确定他到底在说什么。对，你确定馆长可以被采访？我觉得就是在看纪录片，问他什么问题。好，对。好啦，就我想说，如果馆长被采访的话，他是要用什么部分来行使思考？这样。所以那时候他们有说，就是为什么，就是这支纪录片去提到说，为什么中国的这个黑帮黑社会应该算中共的黑帮了吧？是，我觉得，因为他到后来的时候，他说帮叫帮哇！我是友邦，你是友邦，对，我是友邦，他是共邦。此邦非彼邦。他说那时候其实，在那个中共他想要拿澳门跟香港的地回来的时候，然后因为他需要那个黑社会的帮忙，所以就是有点对黑帮的作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后这件事情，蔡依林。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然后他们就会再对黑帮好一点，每天说爱黑帮100遍，所以才会有大只 J， 一只鞋。我们要在帮打歌也是可以，他根本不知道，想说到底在干嘛。然后那个我想到反正接下来就演变成变成中共跟黑帮，它就是一个互相合作的关系，又黑又合作，应该就变又黑又红啦，昂水欧大班嘛，对啊，地下共军了吧？哇，天哪，好可怕哦！昂水欧大班，所以配红黑的都要特别注意这个人的穿着
为什么呢？我们就梦回那个反送中的当下你记得他们穿什么吗？他们要假装自己很白，所以穿了白衣服。没错，你是指太子站吗？对，然后就是暴打那些香港市民，然后陈抗人士这样。对哦，你不觉得很可怕吗？就不分年龄，然后不分职业，而且最可怕的是这件事情，它就是一直没能有定案，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因为港府压着不报，或者是压着不办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他能够有什么定案呢？铁门拉开完之后，冲进去一群穿着白色的人，然后后来铁门好像还有再拉下来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关着它变成一个密闭式的空间，然后冲进列车的时候就开始抓到人，所以可想而知，政府跟黑帮挂钩在一起之后呢，去对于人民就是你知道人家是什么10月围城他是10月围太子站这样。哇，好可怕直接围起来，好恶心对啊，直接把它变一个密室然后就这样暴打。所以整个中国黑社会这种形式看下来，我其实会觉得，就是我觉得每一次你都觉得中共做的事情已经很夸张的时候，永远都会有新的事情会更夸张，你没有看到的部分。对，这叫做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共外还有共。哇，共上有共。对，共上有共，没错。所以为什么就是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要去认清这个事实，不要以为他现在就是表面上一片祥和，什么事都没有，或者他的大外宣觉得他说，哎呀，这个中共政府做的事情，感觉好像就在他不是说什么帮助世界，包含他疫情的时候，他就说什么贡献度第一名如果是病毒贡献度当然是第一名，但其他的部分我就会觉得哇。他感觉就是表面上就是好像很伟大然后一切光明有希望而且我会一直觉得说他是不是有意的在输出毒物到各个国家，不管是实体的芬太尼，还是不好的黑帮的文化等等之类的，就觉得他感觉已经不是只是在摧毁共帮输出国际不是摧毁中国这个国家，而是他想摧毁世界任何，所以他是红色中共，然后黑色国际。他的这个现在的布局是长这样，对，然后还好像牵扯开来，仿佛没有关系，但实际上是他控制的，千辛万苦，哇，千丝万缕，千辛万苦，对，就为了要侵略世界，哎呀。刚刚讲了说，就是中共它的红色政权，然后输出黑色国际嘛，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呢，它有很多的事情在各地都掀起了风暴。就它输出的不会只有黑帮啦，对，然后也不会只有芬太尼这个也输出罪犯，对，实体的也要输出罪犯，输出罪犯，输出科技，对，等等之类的大科技，对，我觉得它的科技公司对中共政权来讲，可能是一个就是工程吧。对啊，就攻城略地的攻城攻城攻击，对，城池营垒，没错攻城，没错。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些科技公司在外面，他要做什么事情？比如说要做什么事？那时候奥运的时候，我们不是才跟各位听友们分享嘛，就是这个这些中国的记者，就是说他们用这个华为手机嘛，然后就不能下载这个 app，然后呢，这个奥委会给的 app 他都不能下载，就说他这个手机是个废铁。我们那时候还揭露解密了有关于这个华为手机里面有这个国有器官库里面的可能这个器官捐赠卡的同意之类的等等。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华为这家公司到底怎么样呢？也就是说，它其实输出了很多，像最近比利时就起诉了5个嫌犯，这个东西呢就在帮华为做某些事情。那时候比利时这件事情其实蛮大的，因为他那时候是大肆的搜索，他们好像说他们全国就是为了要调查整件事情，因为他们起诉的这些人呢，是怀疑他们去贿赂欧洲议员等等之类的，然后去进行影响议会选择的问题，所以他们最近欧洲议会也说暂时禁止中国华为的高层以及相关的游说人进来议会的大楼，就连欧洲议会都说，因为毕竟华为隶属于中共的解放军，简称共军企业嘛。那它既然是共军企业的话，它实际上背后的老板是谁？共军军方控制的那它这个科技公司不就真的是攻城略地的工程吗？就是它真的是
行使所谓的科技工具跟科技武器的事实，在进行侵略世界的可能。华为就是它的隐形军队。没错没错，我是觉得蛮可怕的啦，因为其实欧洲它到底最近他的这个政治情势，还有我们讲说他这个所谓的范德赖恩等等的，他的欧洲执委会的主席等等，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的态度到底怎么样？那时候因为比利时这件事情其实蛮大的，因为他进行了全国的多次的搜索，然后直接抓了5个相关的嫌疑人，所以那个媒体称他为华为门。然后除此之外呢，这个葡萄牙也有在搜索等等之类，然后欧洲议会现在又下达这样子一个很明确的，虽然说是暂时禁止啦，就等于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再观察。是，然后他没有说全面封禁吗？对，还没有到全面封禁的时候。对。可是欧洲他们早在几年前的时候就有下达过一则命令，是未来所有国家的5G 通讯必须排除华为跟中兴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到现在他们就，我记得是他们的那个台湾的中华电信常常去欧洲参展。原因是因为他们想要更多的跟台湾的就是官方官股的电信公司有一些合作。那叫什么？供应链移转吗？对，应该是供应链转移。转移。对，也一样啦，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说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接触过这些中华电信的，或者是讲说经济部里面的某一些人士的时候，他们发现在这个电信业产业，他们为什么要去参展？原因是他们未来想要合作，跟欧洲合作的是6G。6G 通讯，然后因为6G 通讯它不是只有所谓的物联网这件事情，它是可能会对于讯号产生某一些，比如说回波啊、新的技术啊、什么什么，或偏远地带的某些有趣的这个增强等等，也就是增波器等等那些东西，这些新的技术都会在6G 通讯里面，除了物联网之外，都会有更多跟 AI 的合作等等，所以它是更危险的。所以他们需要一条安全的供应链。没错，当你的强波器强到连这个扬长小径都可以，就是有一些 AI 的一些作为，或者是手伸进去的时候，那你不觉得要跟干净的电信企业合作才是比较有保障的吗？所以我觉得这时候欧洲他就开始不清供了。其实我觉得台湾政府也很聪明，也不是很聪明，这其实就是一个趋势啦。就是台湾政府现在就是大打非红供应链这张牌。没错，这也就是为什么台湾的中华电信他们的年终奖金可以这么的高。多高？哇！最厉害的这个中华电信的员工可以领20个月。哇！20个月年终，几乎快2年呢。还不用讲到海运那边，因为海运那边更厉害嘛，有40多个月。对。但电信业。那你再搞，对不对？赚很多啦。我们今天没有拿中华电信的业配，没有。但就是希望台湾的整个所有台厂相关安全供应链都可以在这一波当中赚大钱。没错。也就是说，其实台厂的这个就是去供化这件事情，让很多大家知道台湾的科技业是去供的，它是非红供应链，所以跟台湾的合作、转单的效应等等，其实都是非常有值得一看的状态。对。所以不只是所谓的 AI 科技领先，还是什么要把 AI 科技做好这件事情。所以在非红这一块，我们也可以同时，我们等于是双管齐下，没错，抢订单。因为在美国国防部，他曾经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台湾的这个不管是科技实力，还是这个未来有可能形成的这个国防工业，都可以帮助全世界的自由阵营形成一个世界民主的科技的基地。所以去巩固这个世界阵营的话，其实美国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巩固世界阵营，然后只要巩固起来，我们明确了友邦的是谁之后，他们就都来跟台湾买。没错，这时候就希望这个世界各国就是因为这个态势来赶紧跟台湾建交啦。对。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点名喽，到底谁没有做到？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说欧盟提出了那个5G 的通讯设备或者是相关的建制必须要排除华为跟中兴吗？是。他们说欧盟27个国家有17个国家没有做到。17个国家哪17个国家？我们来点名。但他们说当中呢，帮点名，当中有人有点名还好看哦。哇，他们说有人部分做到，是有人逐步是做到，是，然后但是他们说当中有4个国家连这个计划都还没有成型，这样子。哪4个完全没做的？真的，我们现在要直接点出来了。我们解密嘛。我们有一个奥地利，对，奥地利，我们还有个匈牙利，还有个保加利亚，跟这个塞浦路斯，哇，都是有利的哎，哇，
哇，荔枝头上一把刀啊！对对对，那为什么是头上啊？它不是侧边啊？荔枝侧边一把刀，这时候是人字头上一把刀，荔枝旁边一把刀，对，他跟刀一起睡啦。对，我就想说，这个刀啊，可攻击也可伤人啊，所以就是对，各国啊自己要权衡一下。没错，感觉就是要赶快认知起来，要不然可能会被这个认知作战给打败。看你是要被认知作战，还是你真的就是已经下定决心要站在共产阵营的那一端。我觉得这时候他们都还在选边站如果你说他完全没有做，或者是逐步在做，或者是怎么样在做，他们都还没有下定决心嘛。简单来说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有点可惜的。原因是我觉得可能自由阵营这边他们在反共的意识，他们觉得反共对我这个世界情势来说，或对我国家的利益来说，有特别重要吗？为什么不重要？我们上次讲的就是上次访问孟居大哥，不是说什么这个地下工厂，你做的所有的电子产品、衣物，有可能都是 Made in China， 然后它里面所有东西，这种小零件里面的什么铜线，可能都是这些就是所谓的强迫劳动的良心犯跟罪犯做的。那这时候你觉得反共不重要的话，那你是不是在顺便帮助了这些中共的政权里面的罪犯去迫害他们，就帮助迫害这件事情？它涉及到的是非常非常基础的，就是人权跟法治的问题。是，然后所以如果这些国家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去摆正所谓的这个基点的时候，或者是不调查，就是说你今天要做这个决定很难，没有问题，但问题是，那你为什么不调查这些所谓的透过这些相关的管道，然后透过这些什么国际的刑事组织等等这些证据，你去查找这些证据的时候，我相信对这些对于各国有邦交的，不像台湾这么这个处境嘛，那台湾都查得出来了。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世界各国没有做这样的努力呢？或者是还没有横下心来下定决心来做这样的一个努力？对。那回到现实层面好了，这些人跟中共做不做朋友，到底对他们的国家有多大的侵害呢？你觉得？可能。我觉得一方面是我在想，因为我们刚刚说现在分了2大阵营嘛，那如果我们真的巩固出一个很明确性的自由民主阵营的时候，你说切2边？对，那这些国家如果真的他们选择不讲话，或者选择跟中共站在一起，你说中立国的部分吗？对。可是最近有一个最大的中立国，他也讲话了。谁讲了什么？瑞士嘛，他不是讲了，他不是跟他在那个南海那边发生，就是中共在南海扩张，然后发生事情的时候，瑞士居然罕见的讲话，对啊，他居然讲说，警告，啪，中共怎样什么什么之类，尽量不要什么什么，就是他已经开始也不中立了，就连过去我们在历史上认为的中立国，他也已经表态了。那这时候为什么有一些国家就觉得？他觉得可以不用，或者是怎么样，这是可以值得讨论的问题，或者是他可能有政治情势上面、经济情势上面有一些千丝万缕跟中共之间的关系，他还无法割舍掉。对。的确，但我觉得。局势的变化我觉得蛮快的，比如说川普一上来如果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把范围圈得这么明确的时候，那你这时候的战与不战跟动摇到底会让你国家损失多少？当然这些民主的大国决定下去的时候，你自己相关的对会不会受到损伤，我觉得就应该要算啊。对啊，不是说政治一定要怎么样算计，但是你要完全在这个人民的利益上面，或者这个世界国际情势的考量上面，要去得出一个所谓的最佳的公约数，还不是最大公约数就好。就是它不是一个很可以直接怎么样取得的一个数字或者是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应该是说，这些国家基于民主的立场，基于保有这个自由生活的这个权利的立场，应该要站在哪边？应该，我觉得答案可能呼之欲出。道德的跟现实的层面，感觉答案都是一样的。是，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助纣为虐嘛。这是道德的部分。对啊，然后现实的部分，经济上面到底要怎么考量？你到底是要跟美国走，还是要跟中国走？对啊，还是你要跟着感觉走？让他带着我，希望就在让魔鬼这种感觉带着你走吗？对啊，让畜生的他，还是让这个女字旁的他？是，还是你我他这样？他爱他，他爱他，他都爱他。现在我们今天附赠的部分帮了几个歌手打歌呢？毕竟50集嘛，很重要。对，我们在下
个礼拜可能会有一些惊喜啦，要送给大家。没错没错，对啊，因为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呢做到这边呢，我觉得这是揭露了很多秘密。对，没错没错，然后也希望大家听得很开心。是，而且在这个中共政权当中，在这个国际情势的这个把抓上面，我觉得可能我们节目提供了很多听友们可以去在多一个角度来思考的部分。对，然后很多的节目的老师啊等等之类的。真的，我觉得很棒哎！是，每次跟那些老师谈都觉得很开心。没错，然后就老师大家谈嘛，对不对？各种跨时代人物啊等等的。什么跨时代？没有那么夸张，好不好？没有到跨时代，没有到跨啊！对，老师是我们这个时代人哦。对，是。那我们节目哪边可以听到呢？我们可以在 SoundOn、Spotify、First Story， 然后 YouTube、KKBox 跟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我们在每个周五的下午6点钟，陪着大家一起下班，一起放学，然后陪着你度过愉快的周末。没错，那我们那我们下集记得有惊喜哦。那我们下集见，拜拜。